关于咖啡，因为每个人对酸苦的感受都不尽相同，所以在选择上都会有着独特的口味偏好。有人喜欢浓郁的意式浓缩，有人偏爱温和的拿铁，也有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选择清爽的美式。但如果你也喜欢咖啡，那你一定会知道，对于咖啡的选择远不止如此。像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手冲咖啡，因为与茶叶类似，咖啡豆也因产地各异和处理工艺的不同而呈现出各种风味。从浅烘、中烘到深烘的烘焙程度，再到不同的冲煮手法，也会在口感上激发出独特的变化。因此，品鉴不同的咖啡豆，就像在品尝各种不一样的人生味道。Hello， 欢迎光临星空咖啡馆。今天你想来一杯怎样的咖啡呢？我相信在点咖啡时，你总会依从内心的喜好去进行选择。然而在这个充满标准和期许的现实生活中，你是否始终能坚持自己的选择呢？现在不妨请你闭上双眼，仔细回想你所做过的种种选择和决定，它们是否都发自你的内心？你是否真正按自己的意愿在生活？还是说，大部分的时候只是在满足他人的期待呢？你是否曾感受到迷失，甚至丢失了最真实的自己呢？现在的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因为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座精心布置的展馆，除了装点着对自己的美好展望，还装满了很多来自他人的期待，并且无处不在。从出生的时候起，我们就被期待健康平安地长大。上学的时候，父母期待我们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好孩子，成绩优异，考入名校。步入社会以后，期待我们能获得一份体面和成功的事业。在社交圈中，朋友期待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交际能手。恋爱时，对方期待我们会成为理想的灵魂伴侣。而在组建家庭以后，家人们期待我们会成为稳固的家庭支柱。同样的，我们对他人也怀抱着各种期待，期待父母的开明和理解，期待朋友给予的鼓励和帮助，期待恋人展现的体贴和关怀，期待家人提供的温情和支持。这一切都源于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质。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渴望被爱、被认可和被接纳。就如同咖啡豆需要经过精心烘焙才能散发醇厚的香味一样，每个人都需要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他人的影响，才能逐渐成熟。在成年之前，我们需要依靠父母的悉心抚养。为了生存，我们需要依靠社会提供的工作机会。如果想要出人头地，更需要把握外界给予的各种机遇。正如千里马还需要伯乐这样的贵人，更别说在这个注重人情往来的社会中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而言，赢得他人的好感与认可，并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，才能更好地提高成功的几率。因此，小时候我们会为了换取父母的一个微笑而努力成为懂事的好孩子，长大后我们会为了获得家庭乃至社会的认可而不懈奋斗。这些期待有时像一盏明灯，指引我们前行，同时又是一把无形的工具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活在别人的期待中，
这件事本身并非完全是一件错误的事情。对自己的期待能够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，而回应他人的期待也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。因此，这些期待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们自身的成长和进步，也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之一。然而，问题就在于，当我们过分在意这些外在的期待时，往往会忽略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。这就像一杯被过度萃取的咖啡，苦涩和酸度失去了平衡，偏离了本该有的味道。更重要的是，当这些期待永远无法满足，或者超出了我们的实际能力范围，甚至当我们因为害怕被否定而刻意迎合他人的期待，结果选择了一条完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时，这些期待就会变成一张无形的网，成为束缚我们的枷锁。它们犹如层层叠加的滤纸，不仅过滤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选择，而且日积月累，让我们不仅逐渐遗忘了内心的真实需求，也因为习惯于追逐外界的认可而背负着沉重的压力。最终，我们的努力不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满足这些期待，让人生变成了他人眼中恰到好处的模样。直到某一天，当我们凝望镜中的自己，却已经找不到曾经那个充满了热情的灵魂，也早已遗忘了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看到的只有疲惫和迷茫的眼神，以及变得陌生的自己。这样的人生真的是你想要的味道吗？这样的生活，你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吗？当然，即便你非常优秀，也有着可以不断满足他人期待的能力和实力，那是否又一定能真的获得快乐呢？比如说，当你考上了家人心目中的好大学和好专业，却发现自己毫无兴趣，找不到学习的动力，也没有从业的欲望，结果时常为此而感到痛苦。当你好不容易进入令人羡慕的大企业，或者从事着自己向往、表面光鲜的工作，却发现工作氛围、工作环境与内容与自己的预期大相径庭，甚至完全无法适应，但却又失去了离开或者重新选择的勇气。当你成为大家族中同辈的领先人物，却发现自己必须成为所有人的依靠和表率，也背负着所有的责任，再也不能随心所欲，更不能任性而为，必须始终压抑着自己心中的某个天性甚至情感。当你竭尽全力购置了地段优越的漂亮大 house， 看似过上了令人艳羡的生活，却发现自己必须更加拼命努力地去工作，才能勉强维持各项开支，最后还可能已经被深度套牢。当你也被这些束缚所困时，我想大概率也是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的。已经冲调完成的咖啡，无论味道如何，萃取过程都无法逆转。然而，我们的人生却仍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可以进行调整和修正。首先，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，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，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尊重。在这间咖啡馆里，我常说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。我们拥有不同的背景、经历和价值观，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追求。所以，我们其实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而牺牲自己真正向往的生活。况且，他人的期待
未必就适合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与其被他人的期待强行牵引拉扯，不如静下心来问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追求的幸福又是什么？当然，这并非意味着要完全忽视他人的感受或者建议。期待和建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真诚的建议能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，而别人的期待可以作为参考，成为方向，但绝不该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。我们要去实现力所能及的期待，去实现能够让自己开心和满足的期待。只有当我们忠于自己时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内心的平静和充实。毕竟，我们才是自己美好人生的主角。而且，摆脱别人的期待，并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蹴而就的事情。这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时间的沉淀。但只要愿意尝试，一定能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因为一直处于被焦虑和被引导的状态，我们往往被外界的喧嚣所淹没，以至于忽略了内心的声音。试着时常留一些独处时光，就像此刻来到这间咖啡馆的你，给自己独处的空间，去思考，去沉淀。也可以通过写日记、冥想或者漫步来舒缓放松心情。时常停下脚步，倾听自己内心的需求。当你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，就不会轻易被外界的期待所左右。培养接纳与表达的勇气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之所以害怕拒绝别人的期望，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自己并非完美，所以害怕不被认可，害怕被批评，害怕令对方生气或者不开心。但其实，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并允许自己犯错，这是一种强大的能力，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敢于知错而改，学会取长补短。而且能做到客观和诚实，这本身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秀品德。因此，我们更要懂得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选择，委婉但坚定地去表达自己的立场。这并非是对他人的不敬，而是对自己的负责。当你能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，不再苛求符合他人标准时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轻松快乐了许多。毕竟社会上已经有太多的虚伪，很多人不敢承认错误，不敢承担责任，不敢直面批评，不敢面对失败。再加上很多应酬场合中的卑微与讨好，以及种种刻意的附和与迁就，这些都只不过是傲慢与权力的具象化罢了。当你能够掌控自我的时候，自然也不会被这些负面情绪所影响了。我们要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，寻找那些能够理解自己、拥有相似的价值观，并且尊重个人选择的朋友。如果你始终保持真诚与坚定，真正关心自己的好友必定也会给予理解与支持，而他们的存在会给予勇气去摆脱束缚。他们的陪伴和鼓励就像一杯温暖的咖啡，给予自己继续前行的力量，让自己更有信心去追随内心，去选择自己的道路，去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，而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和干扰。如果你正为活在他人期待中而感到困扰，那其实你并不孤单，而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那主动的选择权就已经在自己手上了。每个人都享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，也拥有追求内心渴望的自由。改变的过程必然会充满挑战，可能会遭遇质疑，可能会感到迷茫，但请不要放弃，因为这都是人生常态。时至今日，我仍想把乔布斯于2005年在斯坦福的演讲送给你。你的时间很有限，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过别人的生活，不要被教条所困，
那是活在他人的思维结果里。不要让他人意见的喧嚣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。最重要的是，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。他们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。生活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存在的。人生就像一杯独特的手冲咖啡，需要你自己亲手去冲调，需要你自己用心去萃取每一个精彩的瞬间。不要让别人的期待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，而要让他们成为自己成长路上的参考。活出真实的自己，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。如果你对他人也怀有期待，也请让这份期待成为对方努力和前进的动力，而不是成为束缚，更请不要去干涉和破坏。如果你已经对现状感到困惑，不妨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。愿你的人生如同一杯完全由自己调配的咖啡，既有醇香，也有回甘，更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韵味。愿你的咖啡永远温暖，愿你的快乐永远真实。